Hello，大家好，我是欧软。就是在我第一期的那个灵性经验分享中，我描述了一下我是怎么样就是觉醒的。其实就是说我其实就是又回落了嘛，又走向了嘛。我现在因为之前就是，但是我会时不时的再重新看我第一集的那个视频，再去重温一下，我当时的那种感受，就是不让我着相的太深，因为我当时毕竟还是就是进入到那个觉醒的状态了嘛，所以，然后现在的话，我就是想出这个第二集的这个灵性分享，然后我第一集在结尾的时候就留了一个尾巴，说的就是我之后想要，稍微想思考一段时间关于意识方面的问题。然后呢，这段时间的话，我就稍微看了一些资料，然后看了一些我比较喜欢的一些这方面的分享，然后我就是又想到了一些我可以分享到的一些灵性经验的部分。首先呢，就是关于最近就是那个埃隆马斯克，他不是就是正在嗯，他就是经营的公司不仅有特斯拉，不仅有 SpaceX，就是不仅是有空间科学，不仅是有就是那种节能型的跑车，然后也有关于机器人的研究，也有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也有人脑和机器连接的那个研究都有。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投资的范围已经非常的广泛了，他就是基本上已经涵盖了方方面面。就因为我之前就是也在写那种科幻小说嘛，所以就脑子里面也在构思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更加方便的，然后又很高科技，然后又很节能的一些交通工具啊，然后就一般科幻小说一般都会想一些这样的，想一些这样的想象设定之类的嘛，然后也会想就是就是人的大脑，我当然没有想人的大脑和机器结合，我倒是在想就是用一种电子薄膜，一种芯片可以放在就像你的那个美瞳一样的放在眼睛里面，然后就可以把一些数据啊进行解析啊，或者是就是这个薄膜虽然在你的就是在你的那个眼睛的表面，但是呢，它还是可以跟你的那个神经连接的那种，就是也可以帮助你进行一些大脑的运算呀之类的，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手机、小型的谷歌、小型的维基百科，在你的眼睛那里，就这种感觉。然后你可以在空中，就是你眼睛看到的东西，就是被那个电子膜包裹着，然后你如果就大脑在控制着，我要怎么怎么样，就是你的那个脑信号就要求你这个薄膜要你就是要搜索什么样的信息啊，就怎么样的，然后就会自动的就会腾出一个界面，然后你就可能甚至都不需要你手动的在空中这么就出一个那种电子屏幕在上面输字啊什么，你就直接大脑下信号，就说我要干嘛干嘛，我要查什么，然后之类的就可以了，就那种。然后就是马斯克他正在投资的这个脑机接口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科幻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一个机器人还有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问题嘛。然后马斯克他也在研究人工智能，也在投资机器人公司这样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东西，我就是在思考 wish 的问题。就之前就也有人在说嘛，就是人类的那个基点，就是科技基点。就我之前看那个老高的视频，他在说那个人类的那个基点，就是科技发展的那条线，就相当于就是那个创世纪，就是古神话中的，就是那个Bible 的那个应该不是 Bible，我记不清了，反正就是那个巴别塔。然后本来那个巴别塔指的是那个神，就是因为人达到了神的那种级别，所以
就是神为了就是使人不达到神的领域，所以就把他们的语言就是变成了多语言，让他们无法团结一致的，就是进行一件事情，就继续对神的领域进行突破这样的。这是原来的。但是那个老高呢，他就觉得就是有一个引申义，那个巴别塔指的就是人类它的科技的发展，发展到顶点就达到了神的领域这样的。然后老高的意思就是说，人工智能机器人就相当于人类达到了极点，因为阿尔法狗就是他击败了那个李世杰我有点记不清了，就是阿尔法狗就是在围棋领域击败了人类，就是在那个，就是它可以就像那个计算机一样，就是可以领先于人，算到了几十步、几百步，甚至多少步以外的那个棋法了，所以就已经超出了人类的大脑可以计算得到的一个范围了，所以就是已经在这一个方面就是能够超过人类了。然后，如今现在就是人工智能的话，就是在越来越一点一点的更加了解人类，就变得似乎是了解人类。就比如说之前就麻省理工研究那个人工智能，就是那个叫做什么杀人狂，就可以合成一些让人觉得很恶心、很恐怖的那些图像，就感觉好像那个机器可以检测到你的情感一样，去合成那个图像，多恐怖就合成多恐怖的图像那种的。然后还有的就是那个，就是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就是说人工智能去打电话，打给一个服务生，就是说要订餐之类的，他的那个回复也就特别特别的像人类，就是说那个机器人可以通过人类的一些说话之类的，就判断出应该怎么样回复。然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又怎么回复，就是这个就是那种算法，就相当于是一个神的大脑一样的东西，就是人已经无法预测到了，但是又超过人的一个，而且机器人也会变得越来越了解你，就甚至比你身边的亲近的人还要了解你的那种生活习惯等等等等，所以说老高就预测说2045年的话，那个机器人可能就是相当于人类的那个巴别塔的那个顶点。然后回到我想说的那个话题来，就是我认为机器人就是人工智能这样，就是机器人的话就相当于人类的身体嘛，然后人工智能就相当于就开发那些算法，就相当于机器人的那个大脑嘛，就感觉就像人一样。但是机器人跟人的差别是什么？好，就落到我的今天的主题了，就是没有意识。对，所以我就觉得，无论说机器人是有多么了解人类，就感觉好像是有情感一样的，就像之前，就像之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它能够，跟那个客服沟通，然后那个客服说什么，然后他就会答什么，甚至我自己就是想象的，就甚至之前我就不说自己想象的吧，反正免得贻笑大方嘛，就是就比如说那个之前那个剧叫做什么西部公园，叫做什么，就那个美剧，就说虚构的一个游戏世界，然后那个西部世界吧好像是叫做，然后那个机器人就机器人是就拿机器人作为里面的那个游戏人物，然后就感觉好像有人类的情感一样，就那种。但实际上机器人是没有意识也没有情感的，就是说，所以它表现出来的这种有意识有情感的，看似有意识有情感的东西，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意识和情感，所以这就已经相当于神的状态了，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种觉醒的那种状态，无意识的那种状态，就已经相当于那种状态了。我甚至可以说，这种状态就相当于就是神佛的那种状态了，就是也不一定啦。佛好像是说佛能生万象嘛，就是可以在六道之中生出各种相，然后那种的。但是我觉得机器人可能是在人道中的
神的那种的感觉了，因为它没有意识，但是它却可以超过人道，就是它能够做到比人类更强的，就方方面面都要比人类要强的一些。然后可能有人会说，就是人类在直觉方面可能会比机器人就人工智能要强之类的。这一点我没有特别多考虑，也可能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问题吧。我主要是专注在无意识这个点上，就是它明明表现的可以比人类更加优秀，甚至很多方面可以超过人类，就比如说工作能力方面，甚至可以替代人类，超越人类，在人道方面已经超越人了，但是他却没有意识，但是他其实没有灵感，也没有意识，就是这种状态其实就已经类似于我第一集说的，我当时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已经没有解释的那种状态了，就是没有去解释身边的一切那种状态了。然后，对，然后我刚刚想，就是之前也想到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机器人看着眼前镜子中的那个自己，他是不会觉得镜子中的那个图像是他自己的。就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就是意识的认知的一个实验嘛，对吧？就之前也有给猴子、给海豚之类的那些动物也做过，就有的猴子都有意识，但是猴子其实也没有比人类多聪明多少嘛，就动物肯定在人道中就是动物畜生道嘛，就是感觉就是比不上人类嘛之类的。但是我就觉得机器人的话，就是可以说是在人道中就是真正超过人，但是却因为无意识而可以作为神的那种状态了，就是因为其实佛教最核心的就是要劝你要达到一个空性的状态，所谓的空性的状态就是视一切万物都为变幻不断的幻象幻境，然后视一切为幻象幻境，然后连你自己都是幻象本身，就连你自己都是幻象的中心，所以因为你自己都是幻象的中心，所以由你这个中心扩散出来的外界的一切全都是幻想，就这种感觉的东西吧。以我的理解大概是这种感觉的东西。因为我当时觉醒的时候是觉得我自己是幻象，镜子中的那个图像是幻象，所以我就觉得周围的一切其实都是幻象，就这样的一个我的那个思维方式是这样子的感觉的，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就是其他人是怎么想的。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机器人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无意识的，但是能够超出人的能力的，然后甚至有时候能够看似比人还要更了解人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而且我之前也很喜欢科幻类的东西，所以我就对这个东西也很关注。我甚至大学的专业也想学，就是计算机啊、计算机科学和robotics 结合的那种专业，就是也有想过了，就是还是挺羡慕那些，就还是挺羡慕那些可以研究这种双专业的人，然后同时甚至还能够再研究一下脑科学之类的人，因为就感觉人的大脑就像个量子计算机嘛，反正就是那种，所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我对这些东西都很感兴趣，然后同时我对灵性也我也是在修行中吧，也不能说我对灵性感兴趣，就我觉得其实我已经在修行中了，甚至说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就是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嘛，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就每个人的人生对他来说都是一个灵性的修行的过程，所以你不可能就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进行灵性的修行了，没有就是不可能说哪个人对灵性感不感兴趣，就每个人其实都是在灵性的修行中。反正我觉得第二集的内容说的好散，但是我真的就是挺想讲这一点的，就是关于嗯嗯我自己写的一些笔记，我自己都有点看不懂了，天呐。总而言之的话，我就是比较想之后的话再观望一下，就是机器人、人工智能之后会怎么发展，然后对人类的社会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这种的。然后，因为其实主要他们就是老高他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机器人人工智能
会极大的影响到人类的生活，然后可能会改变人类的生活嘛。就虽然说他说的比较悲观，就说可能达到机器人这个顶点的时候，人类可能就会往下跌那种的，就说的比较悲观。但是我觉得，机器人其实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如果就是纯粹作为一个工具的角度来讲的话，还是能够很好的帮助到人类的，或者说更好的对人类进行一个灵性经验的提升的一个更好的帮助也挺好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也有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之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很不必要的嘛，就比如说第一消费时代、第二消费时代、第三消费时代、第四消费时代，二三好像都是战争时期，还有一些比较激烈的经济崩溃那种的，就是真的非常的无意义的一些挣扎吧，可以这么形容。然后到了第四消费时代，就像第四消费时代的时候，可能人们就会追求一种更加自然的生活，然后选择的工作也是真正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而不是只是为了生计。因为生计就被机器人替代了呀，所以你就只能够找寻结合你自己的兴趣爱好符合的工作去做。所以这也符合就是马斯克他母亲的那种育儿方针，因为他全家都很优秀嘛，然后就是让他们从小开始就开始培养他们对自己的兴趣的，就是对自己的兴趣对自己的爱好的一种探索性，然后他们从小到大都会去探索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然后他们长大以后发展到以后，他们的工作也是他们的兴趣和爱好，所以他们的人生都很成功。女儿在做电影事业、演艺事业，然后呃，然后马斯克就是这么一个科技大头，然后他哥哥好像就是在推广健康食物这一方面，健康食品这一方面也很厉害，所以我就觉得以后大家可能都会这样子。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机器人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可以更好的帮助人类去寻找到人类本身的一个特质。这个寻找到人类本身这个特质，其实对于每个人的灵性的那个提升、灵性经验的那种提升，就是就是那个灵性体验的那种提升，就是各个方面都很有好处。而且我觉得就是，而且我觉得如果是无意识的东西的话，其实也就相当于是大自然或者说宇宙，或者说宇宙给予人类的一种馈赠的那种感觉，就是给你一个更好用的工具，帮助你可以跨越很多的艰难，就帮助你可以跨越很多原本要把你绊下去的石头这样子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想的那么悲观，就说啊，机器人达到了，就是人工智能达到了顶点，超过了人脑的时候，好，人类的地位就会迅速下跌，然后就像那个巴别塔，就跟那个巴别塔一样的那样下跌那种感觉，因为他说是一个曲线嘛，巴别塔就是一个塔，然后他说人类的发展就发展到基点，就是发展到曲线，就是那个人类的那个生产力的那个发展到最高点，然后再咵的往下滑，它就这个意思嘛。然后我觉得应该不会，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继续保持一个保持一个很高的点，然后持续往前升，甚至往上涨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可能吧，就是因为我也是那种比较喜欢想一些科幻小说的之类的东西的，所以我可能就是脑子里面会想一些这样的东西，就比如说未来人类会怎么发展之类的。虽然我最近没怎么看书了，像什么《未来简史》《人类简史》之类的我都没怎么看，但是而且我之前的那个三部曲就是 KK 三部曲，凯文凯利、失控那几本书，其实我大概就只是看了个大概，我到了后头我就自己去想一些东西去了。反正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去说吧，除非我之后学会了编程，然后就自己学怎么弄机器人，怎么计算机科学之类的东西，我可能才有资格去说之类的，因为我不是那个领域的人嘛，所以
我觉得还是希望就是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一些科技大佬们能够真正就利用好这些工具，让帮助人类在进步发展的道路上面就是走得越来越好。因为就是经历了这个疫情以后，我觉得就是据说嘛，就是他们就说经历了这个疫情以后，可能大家都会思考，他们应该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工作，怎么样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就真正值得去做的是什么。而且可能也有很多的公司就会考虑，就是说最好还是把一些工厂的人力，就是替代为一个机械力，就是让机器人帮助，就是替代人去做工作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第一个节省成本，第二个的话也不会被一些突如其来的像疫情啊这样的一些击倒。对，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那个第四消费时代说的那种，就是那个比较安慰性的结语，就说人们可能就会在自然中生活，然后获得一种属于真正心灵的那种平静。和真正的找寻回自己原本那种美好，我觉得其实是真的。我觉得我的信念，我的信念是这样子的，就是的确就是可以帮助人们进行一个精神方面的一个提升，同时生活方面也会得到一个提升。就是说不再去追求那些物质，而是追求一些真正值得去重视的东西，就这样。对，就比如说自然。对，就我之前第一集也在讲了，就是说，游戏人物在这个游戏之中，不应该就最应该做的就是一种追求，怎么样把自己在游戏中的体验变得更好嘛。所以就说不仅仅是，就是一个是那种大自然的环境能够帮助你真正的觉得开心也好，怎么样也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精神方面的一些体验啊之类的嘛，就是各个方面的体验都会变得更好。然后机器人。人工智能不也可以帮助你在人道的体验变得更好吗？就是说科技变得更加发达了，你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便捷。如果说机器人变得更加了解你的话，那么你的需求也会能够立刻的得到满足。虽然就是有一些弊端的话，但是我觉得优点还是存在的，不能够忽视掉。所以我想就是，其实我也是想就是承上启下那种感觉嘛，就是上一集谈的一些东西，我也想就是跟我第二集就是这一集就是谈到，毕竟就是我还是想要真正的做一个分享，同时也是做一个自己信念的一个巩固吧。就是因为我最近在占卜了，就是我在看那个地球上的小人物，然后占卜就是说我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的那个占卜，然后他说我最应该做的就是确认一个信念，然后这个信念可以帮助我做好就是现在以及未来之后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的信念就是说，人类的那种灵性经验一定会得到提升，一定会得到发展。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就是依凭着这样的信念，就是变得越来越好那样的，而不是像那个就日本之前那个经济衰落、经济泡沫那样，就是整整20年都是在退步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信念，就是来支撑着自己往后走下去。所以，对，所以我就觉得，就不仅仅是那个占卜在提醒我，同时也是我自己想要提醒我自己，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信念支撑自己之后走下去，就是走完我这个一生。就我虽然现在的话，可能还虽然现在还是在处于一个经历一个转变的一个时期，我正在谋求一些转变，所以说我就更需要一些信念去激励我，更好的去完成我想要的这一次转变。所以非常感谢能够看我视频的大家，然后也希望我之后能够就是不负我这一个视频所立下的期望，所立下的一个信念，然后我也想激励未来的自己做得更好。谢谢。